最近，伊朗和以色列海军在印度洋进行了对空中目标射击演练，而这种联合演习很明显具有针对性。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和伊朗这边在联合演习，另一边却在互相轰炸。究竟发生了什么？据叙利亚扎伊通通译社近日报道称，俄罗斯航空兵飞机轰炸了拉卡市以东的一批伊朗和亲伊朗民兵组织。消息人士称，错误的轰炸炸死了数十人。为了针对俄罗斯行动，伊朗部队袭击了一群俄罗斯士兵，但是没有关于损失的官方数据。报道还指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军队正逐步从叙利亚陆军位于霍姆斯省的 T4战略空军基地撤出。前几天，俄罗斯部队开始将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转移到另一个基地。一些军事专家说，俄罗斯人从 T4等战略位置撤离，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和控制基地的伊朗人的压力。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军队在 T4的存在会带来很多风险，尤其是以色列最近对基地发动了空袭。如果俄罗斯撤军，剩下的伊朗部队将面临一个事实：以色列不会像以前那样手下留情。另外，俄罗斯军事媒体 Ava Pro 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其实是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国防军和该地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生冲突，而俄罗斯战机错误袭击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所处的位置，双方爆发了冲突。不过目前没有来自俄罗斯、伊朗、叙利亚或西方的官方消息来源来证实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出人意外地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他请普京帮忙为释放越境叙利亚在押的以色列公民提供帮助。事实上，俄罗斯的存在让以色列稍微有些收敛，而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战争上的博弈也是以色列喜闻乐见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俄罗斯和伊朗联军曾联合在叙利亚击败了美国军队，美国在他们可以是战略盟友，但只要美国这个共同敌人从共同战场上消失，双方关系就会变成有利益冲突的竞争对手。其实在这一点上，美国就比俄罗斯多几个优势，美国总能以各种手段把盟友绑到一个战车上，达到一呼百应的气势，而俄罗斯还差点意思。众所周知，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的反导系统最为强大和完善。对于美国来说，最为知名的就是他们的爱国者等反导系统，而俄罗斯的 S-300、S-500也是世界知名的防空导弹系统。在俄罗斯的反导系统中，最新的就是他们的 S-500防空反导系统。根据公开的消息，我们可以得知 S-500防空反导系统将会比 S-300防空反导系统更为强大。然而，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看到这一消息后坐不住了，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军事力量，就联合以色列方面共同开发了新一代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根据越南的 Terravit 网站报道，以色列国防部于日前表示，他们正在和美国共同合作开发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把这一新系统命名为剑4。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对外宣称，他们与美国共同合作开发的剑4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会带来技术上的飞跃。据了解，此前由波音公司联合生产的剑3导弹防御系统就能够摧毁存在于大气中的目标，性能非常优异。然而，这次最新研究的剑4导弹防御系统在设计上比此前的剑3导弹防御系统更加复杂。由此可见，如果这款新型导弹防御系统被制造出来以后，在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它将比剑3的性能还要强大。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网站还表示，剑4的性能将会比俄罗斯最新的 S-500防空导弹性能还要强大。所以说，等到这款导弹正式投入使用后，在中东地区几乎没有导弹能够穿过以色列的防护网。然而，正是这款性能卓越的导弹防御系统仍然有一个弱点，并且中国的一款武器很容易通过它的这一弱点突破他们的防空导弹系统的一个网络。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这一弱点就是剑4导弹防御系统无法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众所周知，我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是我国的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它具有非常强大的突防能力。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国家正式对外宣布他们拥有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导弹拦截系统。所以说，即使这款新型的导弹防御系统性能非常强大，但是它在我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上就会成为一堆废铁。不仅如此，我国同样也拥有性能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所以说，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拥有了最锋利的矛和坚硬的盾。在前段时间，美国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剑指中国，包括出动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航母这两个航母打击群展开联合演习，在中国南门口肆意挑衅。即使近日罗斯福号航母再次爆出疫情，但却仍然还在我国周边海域部署，而尼米兹号本就是从中东撤回，顺路联合罗斯福号搞了个大动作，之后便返回圣迭戈母港。在美军找茬的时候，在中国社交媒体一张图片广为流传，让美航母最直观感受到航母杀手的威力。
在美军双航母联合演习时，有最新图文显示，曾在2020年7月6日退役的中国海军2万吨综合补给舰鄱阳湖舰，退役后它的作用却相当特别。它在同年9月就被当作反舰导弹的靶舰。从图片可以分析得知，至少有5枚反舰导弹击中鄱阳湖舰，船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而且从2万吨排水量来看，很有可能是被用来模拟打击航母或者2栖攻击舰。中国也曾用退役的远望4号来实弹测试反舰导弹。而在去年，中国也曾向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的海域试射东风26B 和东风21D 反舰导弹。东风21D 射程是1800公里，东风26B 射程是4000公里，都是从内陆发射到相关海域，都不用运到海岸线附近。美媒当时也解读，中国发射航母杀手就是为了针对美国，因为当时美舰就在附近。而根据消息得知，那2次发射的2枚东风反舰导弹都精准击中了一艘正在高速行驶的靶船。一直以来，关于反舰导弹和航母攻守之争都引发热烈讨论。美军也清楚认识到这种威胁。美军官方档案中，东风21D 是全球唯一被记录为反舰弹道导弹的武器。美军似乎不想承认美航母存在如此多对手。其实，东风26和东风17同样也具备反航母能力。而这些靶舰被炸后，图片是反舰导弹杀伤力的最直接体现，也让美航母感受到最深切的威胁。此时放出这些图片，也是在警告美国，如果美军敢有任何妄动，这些靶船就预示着航母未来的归宿。也正是有这些反舰导弹的存在，中国人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美航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如今的发展，世界有目共睹。改革40多年来，有人说中国取得了爆发式的发展，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在这样的巨大发展中，国防军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无防不立也正是这个道理。而正在中国大力发展之际，有人却放出了狠话，称让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不用想，在当今世界上有这个能力且一直将中国视为眼中钉的，就只有一个美国。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日前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同上一届政府一样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言外之意，美国将继续贯彻遏制中国的战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悉，为了贯彻这一战略，美国将重点放在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并公开表示，印度是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们欢迎印度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在当前中印边境对峙局势紧张之际，美国重点强调与印度之间的合作，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我们知道，印度处在美国整个亚太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上，这其中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目前中印对峙的陆上边境上，更是体现在控制中国海外能源运输的印度洋航线上。一旦美国和印度控制了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的通道，那么中国的国防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如果美国真的像其所说的那样，让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印度必定是他们需要攻陷的重中之重。另外，在美国最近的2场听证会中，美国至少70次提到中国。分析人士指出，其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增加军费开支，但是说到底仍然绕不开中国。如今，中国将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俨然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一种共识。那么基于这样的认知，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接下来会如何做，似乎已经十分明朗。毫无疑问，美国将会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中国发展，而这样的遏制措施将很有可能最终导致战争，这一点美国媒体也想到了，但是结果并不如美国人预想的那样乐观。美媒表示，任何企图在中国的安全范围内对其进行攻击的行为，都将是一场自取灭亡的灾难。至于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战略并不如同美国那样要将兵力投送至全球，中国只在发展区域制止能力，所有的防御系统几乎都是以陆地为基础。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美国试图发起进攻，无论是美国的舰船还是美军部署在亚洲的军事基地都会被摧毁，届时美国的下场只会很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国际专家的论证，因此不让中国有喘息的机会，只能说明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维护自身发展的坚定决心。